你接管了家主之位，要宴请人吃饭吧？选好了日子吗？我明天要去东城出差，可能要去1周左右。你挑日子时往后挑一下，避免我没有时间参加。这么大件事，我们肯定要去出席，给你撑腰的。龙庭接管了龙氏家族，正式上任成为当家的家主，肯定要设宴宴请 H 市的商贾名流们，而他的亲人朋友们必定出席的，给他捧场也是给他撑腰，让人知道他不是孤儿，他背后有很多大靠山。龙庭说道，还没有选日子，放心吧，不会和你的时间冲突的。你说你快回来了，怎么还要出差1个星期？你那边很忙吗？忙呀，打理那么多的生意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早出晚归的，今晚太累了，就推了应酬。我爸叫我过来吃饭，下班后就过来了。现在坐电梯上楼。龙庭笑，也是都很忙，不过偶尔也要休息一下，身体最重要，别累坏了，你还单身呢。洋洋，你也要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了。怎么，马上脱单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快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催我了？周阳打趣的道，我不急，顺其自然，遇到适合的人了，自会恋爱结婚生孩子，以后我打算只生1个孩子，不论儿子还是女儿，我不在乎，只要有个后就行。他觉得自己太忙了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家庭，总让女方照顾家庭和孩子，1个还好多2个娃，吵得脑壳都疼，就算有保姆帮忙也会烦，只剩1个孩子照顾起来轻松一点。你女朋友都还没有，就想着生几个娃了？我倒是想要儿女双全，我家初九比我小4岁，今年年底结婚的话，明年底就生娃了，等老大上幼儿园再生2胎。初九在35岁之前生2胎还是可以的，过了35岁就不想让她生了，过了35岁怀孕生娃属于高龄产妇了。她和初九都是学医的，清楚年纪大了生孩子危险性就越大。那你们还不如隔2年就生2胎呢，带1个也是带2个也是带，况且有保姆帮忙，你们也很轻松的，那样你们的年纪都不算大。龙庭想了想后说道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我现在老婆都还没有追到手，你还需要追吗？初九的眼里心里都是你，只要你表白了，让他确定你是真心的，你们俩随时能成为一对，羡慕呀。周阳颇为羡慕的道。龙庭和初九属于青梅竹马，相互了解，相互信任，不仅仅有爱情，还有亲情，2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周阳现在连个目标对象都没有。嘿嘿，龙庭又发出了幸福的傻笑。龙庭，我到我爸家屋门口了，先不和你聊了，等你通知我们过去参加宴席了。行，改天再聊，反正咱们天天都要通电话发信息的，希望你能快点过来，我好轻松轻松几天。周阳自嘲的道，我就是牛马的命，在 H 市做了牛马，回到晚晨还是做牛马。像你这种身家几十亿以上的牛马，不知道多少人想做呢。你那是为自己赚钱，又不是为别人赚钱。陆氏集团以后是你的，你自己还有生意，龙腾集团也有你的股份，说的好像你是为我打工似的。你是为你自己打工，钱都是进你自己的腰包。周阳笑，是，我是为自己打工。行了，不聊了，回头聊。说着他挂了电话。已经到父亲的屋门口了，他走到屋门口，抬手按响了门铃。很快他奶奶来开门了。洋洋，你来了。周老太看到宝贝孙子，笑得欢，他扭头对坐在沙发上的老头子说道，老周，洋洋来了，奶奶。周阳进屋又叫了爷爷一声。周红林和叶佳妮从厨房里出来，夫妻俩在厨房里准备晚餐。平时一家人吃得很简单，不是买不起好菜，是大家的年纪都不小了，吃太好怕血脂高。血压高呀，周老头就血压和尿酸都偏高，饮食是要注意。今晚周阳过来吃饭，叶佳妮特意多买了点菜。周红林下午没有去跑车，夫妻俩在厨房里忙活了小半天，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周阳爱吃的。爸、叶姨、周阳向父亲和继母问好。叶佳妮笑着来了，果盘里有我刚才洗好的水果，你先吃点水果，晚饭马上就好。你要喝水还是喝茶？喝水吧，现在喝茶会影响睡眠。周红林说道。洋洋，你作罢，给你倒杯水。周阳连忙说道，
爸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这也是我的家，回自己的家，又不是第一次来的客人，他自己去倒的水。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和叶姨做了什么菜？好香呀。周阳端着那杯水，喝了2口后，人跟着晃进厨房去。周红林笑着说道，就是一些你爱吃的家常菜。你叶姨知道你要过来吃饭，早早就去买了很多菜回来。想把有些菜是爸爸炒的，现在爸爸的厨艺也越来越拿得出手了。年轻时他回到家里是当大爷的，家务活都是海玲姐妹俩承包了，买菜做饭也是姐妹俩。凭良心说，海彤还住在他家里的时候，真的像个免费的保镖，什么活都干，也给了伙食费，并不是白吃白住的。离婚后他知道了海彤其实每个月给了5000块钱，只是他心眼多，叫他姐说只给了2000的生活费，余下的3000块给他姐当零花钱的。怪不得海彤那样做的是他这个做丈夫的不负责任，给海玲的生活费太少，孩子没事还勉强够花，孩子若是生病了，那点钱都不够。他向他要钱的时候，他又给海玲脸色看，骂海玲在家里有的吃有的住的，还需要花什么钱？每个月给他生活费，他都没有一点余下来的，还经常未到月尾就又问他要钱了。直到他被战印打压的丢了工作，只能跑网约车为生时，才知道生活的不易。要维持一个家的运转，不是1-2千的生活费就够的。是他对海玲太抠门了，对叶佳妮却大方得很，就是每个月给他爸妈的生活费都比给海玲的多，而他爸妈拿着他给的生活费补贴了姐姐一家。想起以前，周红林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，他是真混蛋呀！一家人吃饭随便弄几样家常菜就行了，我又不挑食。周阳看向有点局促的叶佳妮，说道，叶姨又麻烦你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每天都要买菜做饭的，不过是多做2道菜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叶佳妮赶紧说道。自从他上次为了周阳撕大姑姐后，周阳对他又和气了一点。这个孩子爱憎分明，是个很明事理的人，还是海玲教的好。有时候叶佳妮也会想起自己那个流掉的孩子，如果没有流掉生下来的话，他又进去了，孩子交给周红林的父母照顾，都不知道会被教成什么样子。就是周红林都教育不好孩子。是他和那个孩子无缘，当时他已经犯了罪，就算不流产，孩子出生后他还是要服刑的。有一个坐牢的妈妈对孩子也不好，离开他也好，孩子可以去找个好人家重新投胎，好过跟着坐牢的妈和不顶事的爸，还有拎不清的爷爷奶奶。海玲还没有和周红林离婚时，生的是儿子，公婆都不帮忙带娃呢，反而去帮女儿带大了3个娃，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儿子给的生活费，一股脑儿都贴补了女儿。周红英就是啃娘家啃习惯了，到现在都还想回来啃娘家父母就那点退休金。她总担心父母的钱补贴了弟弟，时不时就要回来占点便宜，想从父母那里再要点钱。她会变成这样，就是父母宠坏了，补贴惯了，让她习惯了啃娘家自私自利。眼见侄儿混得好，家财万贯，又想着啃侄儿，啃不到都还千方百计想通过娘家父母去啃。周红英家里条件并不差的，后面开的建材店，生意也做得不错，一年赚上10来万还是有的。儿女又大了，手里头有个100-200万的存款，可她就是不满足，就是习惯了去占娘家人的便宜，什么都想从娘家拿。她特别怀念弟弟和海玲还没有离婚时的日子，那时候父母虽说住在她家里，但父母包揽了家务活，帮她带3个孩子，退休金还有弟弟给的生活费都贴进她那小家里。她夫妻俩只管上班，工资也不用拿出来，就连她的公婆都跟着轻松舒服，因为凡事有亲家去管了，他们还管什么？回一次娘家，她想吃什么就让海玲买，吃了还能打包走，娘家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喝的，她只要跟弟弟说一声，不管海玲乐不乐意，她都搜刮走。海玲心里是很讨厌这个大姑姐的，离婚对海玲来说是脱离苦海，就是叶佳妮嫁给周红林后与大姑姐相处过，也讨厌死大姑姐。洋洋，你去坐会儿，还有2道菜就做好了。叶佳妮说道。周红林也让儿子去厅里坐着等吃饭就行，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回来吃饭，那还是给他这个亲爸面子，岂有让儿子帮忙干活的。洋洋过来陪奶奶说会儿话，
做饭的事由你叶姨。你爸又帮忙了。周老太在厅里叫喊，他就看不得叶佳妮享清福。要不是他儿子长情，不肯离婚，叶佳妮出来了哪还有好日子过？生活都成问题呢。娘家回不去有案底，找工作不好找，况且年纪也大了。也就是他儿子不嫌弃，坚持等着叶佳妮出来。他的孙子大度没有计较那么多，每个月给那么多生活费，儿子一把年纪了还跑网约车也能赚到生活费，叶佳妮才能跟着享福。在家里周老公是啥事都不再干的了，全交给叶佳妮，就连酱油瓶倒了他都要叫叶佳妮去扶。就这样，周老太还经常骂叶佳妮毒妇，翻过去的旧账，骂叶佳妮下贱。要不是叶佳妮插足儿子儿媳妇的婚姻，海玲不提离婚，现在他们家就是第一豪门的亲戚了，得到的好处是想象不到的。儿子也不用跑网约车，说不定早就成了大公司的高管，年入几百万了。还经常在周阳面前说叶佳妮的坏话。周阳是听着，但不会按奶奶说的去做。继母只要照顾好他父亲爷爷奶奶有点什么事儿，继母也会照顾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比他花钱请保姆好多了。至少继母是自家人，照顾到家也细心，不会有什么坏心眼。叶佳妮坐了10几年的牢，还是减了几次刑才能提前出来的。她早就看淡了一切，只要还有个家有个伴就很好了。继子对她是淡淡的，但会给生活费，1个月给2万块钱，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很多的了。她做梦都想不到临老了竟然是靠继子养着，而她当初会犯罪却是对继子下黑手的。继子对她越好，她越愧疚，越想好好补偿继子。周阳看父亲和继母不用他帮忙，便转身出了厨房，走向爷爷奶奶，在梁老的中间坐下来。梁老看他那是满脸的慈爱，笑得见牙不见眼的。洋洋，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奶奶看你好像瘦了。周老头也说道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不要太拼，要注意休息。你拥有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重身体。身体好了，有那么多钱才能好好享福。要是身体不好，再有钱也没有用。有钱没命花，那钱就便宜了别人。奶奶，我没有瘦，每天3餐都正常吃，不会饿瘦的。爷爷，我会的，我平时也会锻炼身体，每半年体检一次，身体棒棒的。周老太轻摸着孙子的脸，老周，咱们家洋洋长得真俊。周阳笑道，奶奶，你老是这样说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他像妈妈当然俊了。亲爸虽然也不丑，但比不得妈妈的颜值高。这些话周阳没有必要说出口，妈妈和周家的关系始终是淡淡的，不拦着他跟周家来往亲近已经是母亲的大度了。周阳从来没有想过化解母亲和周家的矛盾，是他爸，是他爷爷奶奶对不起他妈的。他有记忆以来亲爸这边怎么对他的，他也记得他现在愿意养父亲，那是因为父亲离婚后也尽到了父亲的责任，给了抚养费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。至于顺带养着继母，那是为了父亲考虑。